大家好，我是刘荷花，分享有关复古生活的一切。今天的视频跟我一起消耗囤积已久的布料，来做一条1950年代风格的小裙子吧。我想知道大家都爱囤布料吗？其实我买布料算比较克制的，但就是这样也攒了不少。这次用的布是很久以前在布店看到的一块水彩手绘风格的紫色玫瑰花棉布，当时非常喜欢，就把还剩多少全都买下来了。布的幅宽是110厘米，长度是7米，裁了大概5米下来做这条裙子，剩下的以后留着做个旗袍什么的。纸样用的是这个 Charm Patterns 的 Liz Dress， 据说是以影星 Elizabeth Taylor 以前穿过的一条裙子为灵感。我还专门找了照片来看，原版的裙子真的非常美。它最大的特点是肩带一直延伸到胸下，像一个架子一样把胸承托起来，所以这种款式又叫做 shelf bust。我先用白色的布做了一个素胚来试版，那这就是这个素胚上身之后的效果。不得不说，经典版型还是非常 flattering 的。转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后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我就在下面随便搭了一条之前做的伞裙。成衣的话，它是会有3层，就是一层面子布，然后中间它会有一层内衬，就是让这个面子布更挺阔的，然后还有一层里子布。所以最后应该是会更加的有型。它这个衣服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它真的非常的挑内衣，内衣肩带和罩杯连接的地方，就是这里它不能多出来一块。第二个问题就是它这个肩带其实很容易掉下来。那我现在是用夹子把这个肩带和我的内衣肩带给它夹在一起。成衣的时候我会在里面做一个小暗扣，就可以把这个肩带和内衣肩带绑在一起。然后需要改的地方我觉得只有一个，就是上胸围这里。上胸围我觉得它可以再小一些，像我这样捏褶的话大概一边1.4，这样就应该会更贴合。好，那我们就开始干活吧。我一开始是先把罩杯的纸样从中间剪开，收进多余的量。后面发现其实整个罩杯都有点大，所以直接用了小1号的纸样。但由于我上胸围还是比较小，最后缝的时候直接从中缝缝进去了一点量，然后就可以开始裁布了。首先我要恭喜一下我自己，终于不用蹲在地上裁布了。我老公帮我做了一个可以开合的木板，因为我家空间比较小，平时把它合上放在原来的桌子上，底下垫几个木块，就是一个架高的裁缝桌。需要裁大块的布，比如裙摆时，就把它展开。有了这个裁缝桌，缝纫的效率都提高了不少。还有别忘了裁内衬。先把所有的内衬和面子布束缝在一起，其实就是给面子布起一个加厚的作用，让它更挺阔。注意用大针距缝在经线以外。之后就把这2片布当做1片布来处理。先把前片肚子的部分缝合在一起，后片有一个嗓，这个嗓也需要缝合，然后就可以把前后片缝合了。缝出来是这样的一条。然后来拼合肩带，肩带是前面2片，后面2片，除了后中缝要上拉链的地方，其余的接缝拼合在一起，就变成了长长的一条。因为是双面的，所以还要再做一条里子，和面子缝合在一起。但是要注意，这里只缝肩带自己的地方，和衣服连接的地方，比如后背、胸下，先不要缝上。拼合好的肩带，把缝好的缝份和没有缝的之间打上剪口。这里我用到了一个处理缝份的3部曲，可以适用于所有需要翻面的缝份。第一步是修剪缝份，把2个缝份修剪成2种不同的长度，一般面子布的长一些，里子布的短一些，这样可以防止2层叠在一起太厚。第二步是打剪口，只有弧线的部分需要打，向外弧的地方打3角形剪口，向内弧的地方打直线剪口，弧度越弧，打的剪口越密。打好之后就可以把布的正面翻出来了。最后就是第3步，压明线，把缝份导向里子布的那一侧，离颈线1毫米的地方
把里子布和缝缝踩在一起。有的地方踩不到没关系，能踩到哪儿算哪儿。这一步的目的是防止里子布外翻。这些都做完后，用熨斗熨烫平整，你就得到了一条非常完美的肩带。把肩带上到刚才做好的前后片上。好，那这就是我把肩带和衣服用珠针别起来以后的一个效果。现在呢，这一面是肩带的里子布的一侧，然后这一面是面子布的一侧。但你看现在它是里子布在上面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摆成最后穿到身上的样子，是这样，因为这个是后片嘛。然后你看它这个肩带就这样自然而然的顺上去，之后它的面子布就正好在外侧了。那在做这一步的时候，它有一个难点，就是胸部下面这里，因为它的弧度比较大嘛，肩带这里就有很多的余量来创造出这个所需要的空间，所以我们就需要把这些余量均匀的分布在这里。所以你看到的这里就是有一些波浪形的褶皱，然后用珠针给它别好。I'm starry-eyed and vaguely discontented, like a nightingale without a song to sing. Oh, why should I have spring? 做好了之后是这样的，然后就可以开始做罩杯了。罩杯的上半部分是一个打褶的设计，把事先裁好的内衬和打好褶的布片梳缝在一起，固定形状。这个罩杯分为3个布片，我们现在要把这3片缝在一起，也是用珠针固定，分散余量。裁好后修剪缝缝，在烫弧形的模具上把缝缝烫开，左右都做好以后，马上就有了平底起高楼的效果。拼合中缝，那像我之前提到的，我的上胸围较小，这里的中缝也是多裁进去了一点。里子布按照同样的方法做好，和面子布缝在一起。中缝这里的缝缝必须要剪开，才能把里子布翻进去。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处理缝缝3部曲吗？同样的方法：1修缝缝，2打剪口，3压明线，最后用熨斗烫平，罩杯的上缘就处理好了。罩杯的下缘和上衣其他部分缝在一起。注意到目前为止，这条边都是缝在经线以内的，因为我们还要上最后一块的里子布。好，那现在终于到了做上衣的最后一步，就是把除了胸部以外的面子布和里子布缝合在一起。那我这里也是小小的偷了一下懒，就直接把速配的这块布拆下来直接用了。里子布和面子布是要正面相对缝合在一起，所以这个肩带还有胸部就是夹在2层的中间，那就是用里子布的上面这条边和面子布的这条边缝合在一起。用珠针别上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形状。它难缝的点就在于这个肩带是完全夹在2层之间的，然后缝的时候就是需要小心，不能把肩带也一起缝进去。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厚的地方有9层之厚。好的，那祝我一次就能缝成功吧。我没能一次就把它缝得完美无缺，但是也没有全拆了重缝，只是在个别地方拆了几针。这就是里子上好之后的效果。那到这一步，上衣的部分也全部完成了，裙子就简单许多了。首先要把裙片的所有侧缝还有插带的边都用锁边机锁好。这个锁边机我自从买了之后用的次数屈指可数，这次也算是派上用场了。然后拼合侧缝，这个插带的做法是我见过最简单的。缝侧缝的时候直接转弯把它缝进去。再在后片上打2个剪口，这样在缝缝展开的情况下都依然可以到前面去。把所有裙片都缝好后，就得到了这样长长的一条。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打褶了。我习惯的打褶手法是用缝纫机的最长针距在缝缝内裁2条线，抽着底线开始打褶，把褶均匀分布，堆齐上衣的侧缝，用珠针固定好，就可以上缝纫机了。裁好后不要忘记把褶的缝缝修短一点。
到这里为止，一条裙子的雏形就大致完成了，剩下的都是一些收尾的活，给它上个后背拉链，里子部在拉链和腰线处手缝固定，盖住系缝线。这里我用了引针针法。I'm starry-eyed and vaguely discontented, like a nightingale without a song to sing. Oh, why should I have spring? 还有就是下摆收边，这次我尝试了一个新的工具——鱼骨抻，我真的强烈推荐。像我这个裙摆有将近5米，又是个圆摆，只能做这种窄边。用鱼骨至少把我收边的时间缩短了2/3，做出的窄边又快又好。我还了解到这种材料以前叫做 horsehair， 一些古董裙子会直接把它缝进裙摆里，起到支撑的作用。我试衣的时候提到这个肩带会掉嘛，所以最后还要加几个暗扣把它和内衣的肩带绑在一起。我家里只有这种蓝色的缎带，就拿来凑合用一下。我一共做了4个暗扣，2个在肩线处，2个在肩带和罩杯的交接处。I'm as jumpy as a puppet on a string. I'd say that I had spring fever. 最后再加一条蝴蝶结绑带，这条50年代风格的复古裙子就做好啦。I'm as restless as a willow in a windstorm. I'm as jumpy as a puppet on a string. I'd say that I had spring fever, but I know it isn't spring. I'm starry-eyed and vaguely discontented, like a nightingale without a song to sing. Oh, why should I have spring fever when I know